听完周深新歌《千香》，我想聊聊什么叫真正的 OST 大魔王。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已经是2026年6月底了。这大夏天的，本来只想吹着空调吃点西瓜，结果周深在6月25号冷不丁的甩出了一首网剧《千香》的同名主题曲《千香》。好家伙，这首歌一上线，我的朋友圈和各大音乐评论区直接就炸了。很多人都在问，周深这首新歌到底好不好听？作为一路听他走过来的老听众，我想用一句话来回答，这岂止是好听，这简直是来给耳朵做 SPA， 给心灵下蛊的。今天咱们就坐下来，像朋友聊天一样，好好掰扯掰扯这首被全网誉为开口跪的仙侠 OST 金曲，到底神在哪里？顶级的幕后班底，撑起3届的宏大底色。咱们先聊聊这首歌的骨架。千香的制作阵容，说实话，看到名单的时候，我心里就稳了。作词是季楚晨，作曲和制作人是胡小欧。这2位老师在古风圈和影视 OST 界是什么分量？懂行的朋友自然懂。编曲上，他们没有走现在市面上很多仙侠剧喜欢用的那种重电子或者廉价合成器的套路，而是非常扎实的融入了民乐与弦乐，甚至还请到了中国国际爱乐乐团来参与伴奏。现在太多古装剧的配乐喜欢堆砌大编制，听起来轰隆隆的，但其实很空。但千香的编曲肢体非常高级，弦乐铺陈出3界的宏大与苍茫，民乐比如笛箫或者古筝的点缀，又勾勒出女主剑木异香的那种空灵与婉转。这种中西合璧、大小交织的听感，一戴上耳机，那种天生天敌、跨越3界的宿命感直接就扑面而来了。这不仅仅是好听，这是一种用音乐构建世界观的高级感。周深的神仙唱商，不可复制的呼吸与细节。说到周深的嗓子，大家早就习惯了天籁、空灵这些标签，但在千香里，他展现的不仅仅是音色，更是极其恐怖的唱商。主歌部分，他用了非常轻柔的气声，像是在你耳边喃喃自语，把那种隐忍和遗憾揉碎了唱。到了副歌，他通透的高音瞬间爆发，把那种宏大意境撑得满满当当，层层递进，毫不费力。但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是他在细节上的处理。大家去听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对比2遍主歌。周深在不同的段落采用了那种说话式的即兴节奏，导致他2次主歌的处理是具有随机性的，咬字的轻重、停顿的长短，甚至呼吸的深浅都不一样，这点真的太戳我了。现在很多歌手唱歌像是在完成 KPI， 每一遍都精准复刻，听起来像 AI。 但周深是在活着唱这首歌，那种带着呼吸感，甚至带点即兴随性的处理，让你觉得他不是在录音棚里对着麦克风，而是坐在你对面，红着眼眶，带着叹息给你讲他的故事。这种无法被简单复刻的独特性，让这首歌有了灵魂。他不是在唱万劫不敌一缕香的执念，他就是那个在执念里挣扎的仁慈做美学，把宿命虐恋的悲壮具象化。季楚晨的词配上周深的嗓，简直是绝杀。这首歌的歌词没有那种烂大街的无病呻吟，每一句都踩在情感的痛点上。人间天上，如流水落花，浮生都任他，这句写尽了看透万物转瞬即逝的洒脱。而紧接着我携尘世万丈浮华，换与你那几杀，又瞬间把人拉回那种极致的遗憾与救赎中。更绝的是副歌部分的山崩，他海城沙枯之鸦，开出花。这词写得太有画面感了，他和剧里男女主那种生死相许的悲壮美学，以及那个被剧粉津津乐道的咬脖名场面，形成了深度的绑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周深在处理这些词的时候，没有用那种撕心裂肺的哭腔去应煽情，而是用一种极其细腻的节奏处理，把那种哪怕世界毁灭也要牵挂你的执念感唱进了人心里。而全曲最让我破防的是最后那句点睛之笔，心安处就是家。在经历了前面那么多3界的浮沉、生死的纠葛后，这句词突然落地了。它传递出一种在浮生若梦中寻一处心安归处的温柔与豁达。虐了你好几遍，最后给你一颗糖，这种情感后劲真的太大了。剧曲契合度，长在骨血里的双向奔赴。一首好的 OST 最怕的就是歌是歌，剧是剧，互相割裂。但千香这首歌完全是长在剧集骨血里的，从 MV 画面到片头曲的结合，每一次的视觉呈现都极其唯美。特别是歌曲的情感锚点，死死扣住了剧中咬脖那个超越暧昧的片段。周深那种带着宿命悲壮的唱腔，直接把这段戏的质感拉满了在宣发上。剧集官博和周深工作室也是同步联动，优酷、微博等平台一起发力，直接推动剧集的预约量突破了400万。我真的是受够了，现在有些剧随便买首爆款口水歌来当片头曲，听的人直出戏。但千香明显是剧方和歌手双向奔赴的结果。周深的声音就是为这种仙侠虐恋量身定制的。
每次片头画面一出，他的声音一响，那种对味儿了的感觉就出来了。这种剧与歌互相成就、互相反哺的良性循环，不仅让剧未播先火，也让这首歌有了最坚实的剧情依托。作为观众和听众，看到这种用心的作品，心里是真的觉得舒坦。市场反馈与横向对比，周八哥的统治力，这首歌上线后的热度，用爆棚来形容都不为过。霸占各大音乐平台热搜榜是基操，话题井号周深新歌千香上线，井号迅速登顶。评论区里全是开口跪，耳朵要怀孕，听完只想单曲循环到天亮，甚至很多人直接说听哭了。乐评人们也是毫不吝啬赞美之词，夸他一字一句共情角色跌宕心境，再次印证了他 OST 王牌的地位。咱们横向对比一下，2026年6月，周深已经发布了5首影视 OST， 被网友戏称为周八哥。但高产并没有稀释质量，相比他之前大于那种极致的梦幻感，余情那种缠绵的凄美，千香在宿命虐恋的底色中，其实多了一份倔强难以下的力量感。周深现在的 OST 输出已经不是在简单的唱别人的故事了，他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去重塑角色。千香里的那份倔强，让这首歌在仙侠 OST 里显得特别有辨识度。它不是纯粹的软绵绵的仙，而是带着血肉之躯去对抗天命的韧劲。短视频平台上涌现出大量的二创剪辑，为什么？因为他的声音有留白，有张力，能给创作者提供无限的画面感。在这个浮躁的市场里，能保持这么高的产出，还能首首都是这种顶级质感，周深对 OST 赛道的统治力真的让人没脾气。综合听感，从好听到共鸣的升华，最后咱们来做个总结。从综合听感来说，千香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高质量的古风仙侠旋律，编曲大气婉转，与周深标志性的空灵唱腔完美融合，没有任何突兀感。从低音的隐忍克制到高音的彻底释放，短短几分钟就能让人在脑海里脑补出一整部虐恋仙侠大戏，画面感极强。而且这首歌非常耐听，循环多遍也不会觉得腻，因为歌词和旋律的咬合度太高了。好听已经是大家对千香的共识，从路人到粉丝，从普通听众到专业媒体，几乎没有人能拒绝这首仙音。但在我看来，他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价值和情感共鸣，不仅仅是因为周深对歌曲内核的精准把握和制作团队的匠心，更是因为他触碰到了我们每个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现实世界里，我们或许没有三界可以跨越，没有剑木异香可以寻觅，但那种执念与真心冲破宿命的渴望，那种在浮生浮沉中想要寻找一处心安处就是家的期盼，是普世的。周深用他的声音为我们造了一个梦，在这个梦里，我们跟着他一起经历了一场极致的虐恋，最后获得了一份温柔的豁达。所以千香好听吗？它不仅好听，它还治愈，它还震撼。在这个炎热的6月底，戴上耳机，把音量调大，让周深的声音带你去那个山崩塌海成沙的三界走一遭吧。相信我，听完之后你也会和我一样，在心底轻轻叹一句，这才是真正的 OST 大魔王。